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今天我想给大家介绍脑神经外科医生菅原道人所著的《停止那些无谓的花费》这本书。许多人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总是感觉钱不够用，买完东西后经常会后悔。我们需要改变这种情况，避免金钱的浪费。然而，在当今社会，商家在销售商品时采用了更多巧妙的方法，这使得控制浪费变得更加困难。在过去，销售必须得依靠经验，但在现在，商家利用脑科学和心理学来分析各种数据，不断创造新的销售手法。他们利用人类大脑的弱点，让我们不断花钱，而我们却意识不到这些大脑的弱点，从而被商家所操控。在这种情况下，要完全自主的选择和生活变得极为困难。因此，我们需要采取一些措施。首先，我们要了解人类大脑的弱点。只要了解了大脑的运作机制，浪费这一现象就会自然的减少，我们就能够保护好自己的金钱，从而不再被商家的诱导所操控。在本书中，作者菅原医生以科学的角度，讲述了如何利用大脑的力量来控制金钱的流动。这是一种不同于节约和投资的新视角。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3个部分：第一，想要停止浪费，首先要了解人类大脑的弱点；第二，光想是不够的，要看透大脑的习惯；第三，用这个方法告别浪费，只购买真正需要和满意的物品。首先是第一部分，想要停止浪费，首先要了解人类大脑的弱点。当你每次走出家门时，是不是经常不自觉地花钱？在去购物时，买了一堆计划外的东西；在进行网购时，被各种商品所吸引，结果不自觉地买了太多。大家肯定有不少人也想改掉这种浪费的习惯。那么，为什么我们明知道是不对的，但还是会浪费金钱呢？在购物的一瞬间，大多数人并不会觉得自己是在浪费，反而是感到了满足。然而，为什么之后又会后悔自己的行为呢？当我们为他人花钱，比如送礼或请客吃饭时，看到对方很开心，我们也会感到愉快。但事后想到接下来的开销，又会感到很后悔。这到底是为什么呢？作者明确指出，这是因为我们不了解自己大脑的运作机制，也不知道如何正确地使用金钱。花钱的方式有对的和错的2种，然而大多数人并没有机会学到这些内容。特别是在日本，谈论金钱被认为是不礼貌的，除非有特殊的机会，否则人们是不会学习到如何高效地使用金钱。因此，很多人不会合理使用金钱是很自然的事情。当然，有很多与金钱密切相关的职业，比如理财规划师、税务师、银行职员、证券经纪人、经济评论家等，他们教我们如何使用现有的钱，如何增加财富。这些都是外在的金钱专家，然而他们并不会告诉我们如何使用金钱才能带来高的满意度。这些内容需要由脑神经外科医生来解答。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开人类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以及大脑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等问题，并深入了解一下大脑的工作原理和心理活动。同时，我们也将学会能带来更高满意度的金钱使用方式。我们的大脑虽然看起来像是在勤奋工作，但实际上它是十分懒惰的。它讨厌深度思考和应对各种变化。我们的大脑每天都必须做出许多决定，不仅在我们清醒时，即使在睡觉时，大脑也在不停地工作。由于大脑一直在工作，它会尽可能地保持节能模式。例如，当朋友递给我们某样东西时，我们会不假思索地伸手接过来。当身体某处发痒时，我们会不自觉地伸手去挠。这些动作我们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这是因为大脑尽量减少深度思考，自动处理各种事情。这种自动化处理正是本书的主要主题，也是导致我们经常浪费金钱的原因。实际上，所有人在做出思考和判断时，受到的影响更多来自于大脑的习惯，而并非理性或逻辑。例如，魔术表演通过利用观众大脑的习惯使其成立。
一个典型的手法是通过华丽的演出，让观众的注意力从魔术手法上转移，这被称之为误导。利用人类大脑的习惯，让观众们只看到魔术师想展示的部分，并不难。即使我们再怎么努力，也无法识破魔术师的技巧。这不仅仅是因为魔术师的技艺高超，还是因为他们利用了人类大脑的习惯。当我们在决定是否花钱时，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尤其是我们每天看到的各种销售广告，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这些广告通过各种方式引导我们不自觉地想购买商品或服务。有些人认为自己浪费钱是因为自己的懒惰或者意志力的薄弱，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之前我提到的，如果大脑对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都进行思考的话，它将会非常疲惫。因此，大脑会通过节能模式来应对日常中所发生的事情，使其几乎可以在无意识中应对。为了减少能量的浪费，大脑尽可能通过反射性的判断事物，推迟重大的决策，并按照习惯和常识的方式来思考。事实上，在更多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是自动做出判断和选择的。大脑本质上喜欢随波逐流，也就是说，它容易被周围的环境所影响。当我们花钱的时候，即使当下没有意识到，之后也常常会后悔这是一次浪费。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大脑的反射性反应，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引导去购买本来不需要的东西，在大脑的扭曲的判断下被认为是我们需要的，从而导致了浪费。这种大脑在无意识中被引导甚至被骗的状态，在心理学中被称为认知偏见。我们所信赖的大脑其实既不勤奋也不可靠。为了减少浪费，聪明地使用金钱，我们需要识别大脑的认知偏见，重新做出正确的判断，从而保护大脑不受这些偏见的影响。接下来是第二部分，光想是不够的，要看透大脑的习惯。我们的周围充满了让我们不知不觉产生欲望、想要购买的陷阱和情景。比如，在发薪日前查看钱包时，尽管觉得没有特别浪费，但还是发现这个月的钱又花光了。这往往是由于大脑的误解所导致的，因为大脑认为自己需要这些东西，所以即便是不必要的购买，也会让自己觉得购物是正确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这个月的钱又花光了，却不知道该如何改进。更麻烦的是，即使我们听到有人谈论这些策略，我们也只会觉得那些浪费钱的人真可怜，却意识不到自己也正被这些策略所影响。本书为我们揭示了很多让人无意识中花钱的销售手段和日常情景。通过了解这些情景，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到为什么会不自觉地花钱。在这里，我将给大家讲解2个需要了解的大脑习惯。首先是第一个大脑习惯，追求快感的行为。当我们感受到压力时，往往会导致过度购物，买了东西就满足了，但许多买回来的东西可能连包装都没拆，甚至还挂着标签。如果你有这种情况，那么你很有可能是冲动型购物者。当我们在逛街时，突然看到一个特别心仪的物品，感觉这是命中注定要买的，就会因为这份激动而马上购物。大家知道这种冲动购物的背后是什么吗？这是因为大脑中的奖励系统被刺激，释放出了快乐物质多巴胺，导致我们短暂地感受到了兴奋。但这种兴奋只是暂时的，当多巴胺停止释放时，这种满足感就会消失，我们就会后悔为什么要买那些东西。奖励系统带来的快感本来是为了在我们学会生存所需的技能时作为奖励，比如在我们有心动的感觉或解决难题时的愉悦感，在比赛或赌博中获胜时的兴奋感，饮酒或吸烟时的满足感等。这些快感都是短暂的，随之就会很快消失，并促使我们不断追求新的学习和体验。奖励系统所带来的快感越加强烈，当失去它时，产生的失落感也会越大。这种持续追求快感的行为，就是所谓的成瘾。谈到成瘾，人们通常会想到赌博、酒精、尼古丁或药物等，但实际上，
为了获得愉悦感而进行购物，并将其作为压力的宣泄途径的人们，同样处在成瘾的边缘。尤其是在网络拍卖和网络跳蚤市场中，这些购物方式特别容易刺激奖励系统。这是因为除了买到物品时的快感外，还有击败他人竞标时的优越感和以低价买到物品时的满足感，类似于寻宝的感觉。这样的购物不仅带来了发现好商品的成就感，还有廉价买到好东西的快感。这种双重效果会导致多巴胺分泌的增加，使得人们更加沉迷于拍卖和跳蚤市场。那么，如何尽量摆脱多巴胺的影响呢？答案十分简单，就是与诱惑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那些容易因购物来缓解压力的人，首先要远离为了快感而进行的购物。具体的措施包括：不参加网络拍卖和网络跳蚤市场。在面对想要的东西时，要时刻注意到大脑的兴奋感。如果感到被大脑的兴奋感所困扰，那么就尽量延迟购物的时间，至少15分钟，最好是3天。如果过后还是想要购买，这时候就可以买下。这些对策可以帮助我们更理智的消费。接下来是第二个大脑习惯，无意识中迎合周围人的行为。或许您并不是特别喜欢喝啤酒，但在聚会上经常会说先来杯啤酒，或者因为看到有人排队，就会计划外的花钱。对潮流和时尚非常敏感，害怕落后于他人。如果您符合这些情况，其实您并不是因为自己真正想要这些东西，而是为了迎合他人的行为，导致了不必要的开支。即使您认为自己完全能够独立判断，但实际上，受大脑习惯的影响，我们在无意识中经常会迎合周围人的行为，而且频率相当高。比如，参加大规模的问答比赛，当遇到没有把握的问题时，如果发现只有自己选择了答案 A， 而其他人都选择了答案 B， 你马上就会觉得是自己失误了。大脑是一个尽量不愿意多工作的器官，通过选择与他人相同的行为，它可以以最少的努力获取最大的利益。因此，当大多数人选择某个选项时，大脑会认为这是正确的。这就是所谓的从众效应。当去喝酒时，第一杯通常会点啤酒，或者看朋友们点什么，就跟着点同样的。看到总是排队的店，就会马上觉得那一定是一家好的店铺，自己也会跟着去排队。这些行为都是因为大脑有迎合周围的习惯，尤其在日本，这种大脑习惯特别强烈。例如，电视里的广告介绍了一种对健康有益的每日必吃的食品，从那天起，这种食品就会在各大超市畅销，甚至供不应求。实际上，您并不是发自内心的想要买这些东西，而是完全接受了他人的意见和判断，处于思考停止的状态，随波逐流。为了迎合他人的行为而花钱，不能算是明智的消费。为了尽量减少浪费，我们可以采取以下对策：一、不要因为大家都这样做而做决定；二、当与他人的意见不一致时，不要盲目的迎合别人，而是先深入思考自己的意见。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迎合他人带来的喜悦和花钱得到的满足感是完全不同的。接下来是第3部分，用这个方法告别浪费，只购买真正需要和满意的物品。我们都会有一瞬间觉得我想要买这个，或者我愿意花钱体验这个的冲动。在这里，我将教会大家如何在不受大脑习惯和冲动影响的情况下，辨别出真正想要的、能让您满意的东西的方法。这个方法是，在您决定是否花钱购买某物或体验某事时，问自己一个问题：是否能够正确地为此描绘一个故事？例如，当你偶然路过一家商店，一眼就喜欢上了橱窗里展示的一件衣服，您可以想象这样一个故事：正好我现在没有薄外套，在天气变暖后，每天上班时这件衣服都能派上用场。如果您能够正确地描绘这样的故事，购买之后就不太会有后悔的感觉。相反，如果在同样的情况下，您只想到的是这件衣服现在有30%的折扣，看起来很划算，那就买下来吧，或者店员也穿了这件衣服，应该是十分推荐的吧。
再或者，这是流行款式，看起来很不错。这些故事则往往会导致购买后的后悔。可能很多人会问，这些故事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呢？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理解，下面总结了描绘正确故事的3个要点：一、故事中的主人公必须是我自己；二、具体描述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一起使用；三、不要被虚荣心或期待回报所左右。接下来让我逐一解释一下这些要点。只要掌握了这些要点，您将能够避免不必要的浪费。首先是第一个要点，故事中的主人公必须是我自己。在之前的例子中，正确的故事是：因为天气逐渐变暖，我没有轻薄的外套，所以我想要买一件。这件外套在我每天上下班的途中会很实用。在这个故事里，主人公是我，由我来做出决定，描述的是我的需求和使用场景。再来看一下错误的故事，有 30% 的折扣，买了很划算，店员也穿这件衣服，这是流行款式，看起来不错。在这些故事中，主人公根本不是我，而是打折的商店、穿着同样衣服的店员、传递流行趋势的媒体。当您在这种故事中无法让自己成为主人公时，如果店员再施加一些压力，比如说这件衣服非常适合您，这是最后一件了，您很可能会被说服而购买，而实际上您的大脑已经被欺骗了。之后，如果您对购买的东西感到后悔，您可能会把责任推卸到店员身上，说是因为他们的推销才购买的。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在花钱之前要保持冷静，问一下自己，这是我的判断吗？这种习惯是非常重要的，可以通过日常购物来培养，并有助于您的不断成长。接下来是第2个要点，具体描述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一起使用。例如，你想要买一件品牌标志很明显、颜色鲜艳的夹克，假设您不会主动购买这件夹克，而是有人免费送给您，您会在什么情况下穿这件夹克？是穿去某个活动吗？活动的具体日期和地点确定了吗？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活动，您会把这件夹克放在衣柜里吗？如果您打算在日常穿，那你有搭配这件夹克的衣服和鞋子吗？你有经常需要穿这种鲜艳服装的场合吗？当您具体化这些情景时，如果发现有很多不合理之处，那么这个东西可能就不适合您，即使免费送的也是浪费。所以在购买之前，问一下自己这个东西的使用理由是否具体，什么时候、在哪里和谁一起使用。这种具体化的思考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浪费。接下来是第3个要点，不要被虚荣心或期待回报所左右。当我们考虑购买可以穿戴或携带的物品时，往往会受到想要展示自己美好形象的心理影响，比如穿上漂亮的衣服想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或者拥有某个品牌或流行物品想要和别人比较。这种情况大家应该都有过吧？例如，新型号的智能手机在不断的推出，虽然当前使用的手机没有任何问题，依然很新，但您可能会心生我想要买新手机的念头。这时候，如果您只是因为虚荣心，想要比别人更早的拥有最新型号的手机而购买，那么这就是在浪费金钱。虽然购买后可能会感到满足和优越感，但下一次新款手机推出时，您可能又会想要更新换代。这种比较心理驱使的购买行为是无休止的浪费。相反，如果您能明确手机新功能将提高工作效率等具体的用途，而并非仅仅是为了虚荣心，那么这笔开支就可以被视为明智和积极的支出。同样的，如果您为了期待他人的回报而购买礼物，比如向你喜欢的人送礼物，而这背后有我要让对方喜欢我的心理期待，这也是虚荣心的表现。即使您购买了有效果的礼物，但如果这是基于期望回报而不是单纯的善意，最终可能会让您感到后悔和失望，因为这种行为很少会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因此，在每次花钱之前，确保您不被虚荣心或期待回报所左右，而是要确保您的购买决策是基于真实的需求和纯粹的善意。
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和后悔。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